拼配豆究竟拼了个啥？大家好，这里是沃瓦，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拼配豆。大家平常喝咖啡的时候，想必一定接触过拼配豆。拼配豆很好理解，就是2种以上的咖啡豆种，或者不同的处理法、不同的烘焙度的豆子混在一起，就可以叫做拼配豆。拼配豆的特点是稳定、口味丰富，而且性价比高。世界上第一支拼配豆 Mocha Java 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这是一支手冲拼配豆。它的诞生其实是一种巧合。最早传入欧洲的咖啡都是产自也门，所用的处理法也都是传统的日晒法，以浓厚的巧克力风味而闻名。后来荷兰人将也门的咖啡带到了爪哇种植，爪哇与也门不同，气候潮湿，所使用的处理法也是水洗法。而当时从爪哇出发的商船想要回到欧洲，都会经过也门的摩卡港，顺便也运送也门的咖啡豆，于是自然而然诞生了两者的混合豆爪哇摩卡。后来随着意式咖啡机的出现，拼配豆开始用于制作浓缩咖啡，拼配豆于是也被叫做意式拼配。拼配豆分为生拼和熟拼，生拼就是生的咖啡豆混合在一起后再烘焙，有统一的烘焙度，而熟拼就是烘焙后的咖啡豆再次进行按比例拼配，所以有时候可以在一包拼配好的豆子中看到不同烘焙的咖啡豆。拼配咖啡豆的风味都很稳定，要知道咖啡豆是农作物，即使是同一棵咖啡树上产的豆子，因为每年气候、温度等条件的改变，风味也会有所变化，所以想一直喝到风味不变的咖啡豆很难，但拼配豆就可以解决这问题。对于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伊利品牌为例，作为老咖啡品牌，伊利出品的咖啡豆风味的稳定性一直是它占据大部分咖啡豆市场的关键要素。秘诀就是伊利的拼配豆采用了10几种咖啡豆进行拼配。为什么咖啡豆的种类越多越稳定呢？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要一支坚果风味的拼配豆，我就选了10种坚果风味明显的咖啡豆。但是第2年，其中一种咖啡豆的风味因气候变化导致与前一年大相径庭，甚至是停产了。这时我只要再挑选出一支风味相近的咖啡豆放到我的配方中，那这个拼配豆风味整体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像伊利这种大品牌的拼配豆都极为稳定，而且很多拼配豆的配方都被商家当作是秘方保密的。而口味方面是拼配豆的特色，使得顾客可以在一支拼配豆中既可以喝到巴西豆子的醇厚，又可以喝到哥伦比亚豆子的甜感。而不在主流里的罗豆也经常出现在拼配豆的配方中，以满足顾客对油脂的需求。最后当然是性价比了。对于单品豆子来说，不论品质高低，产量都是很低的，而且因为气候等不可控的因素，风味也会产生变化，这就使单品豆子价格普遍较高。而拼配豆则不然，可以取几种优劣不一的咖啡豆，扬长避短，依旧可以有着不错的风味，而且配方也可以每年进行调整，所以拼配豆的价格相对会便宜很多。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就是很容易以次充好，一些风味不好的咖啡豆混在其中，劣质咖啡豆的风味很容易被掩盖掉，这也是拼配豆容易遭受非议的原因。拼配豆很有趣味性，自己买几种咖啡豆混在一起就是拼配豆，但是想要拼好就很难了。很多经验丰富的烘豆师或者咖啡师都会选择自己设计拼配豆配方，形成自己独特风味的咖啡豆，但是对于大众来说，想要拼配出一支优点大于缺点的咖啡豆都是一件难事。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拼配豆子呢？或者有什么好的拼配豆配方？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讨论。拜拜。